安，我是莫仔。这次我来介绍一下失落方舟的装备系统和副本设施吧。早期跟其他游戏一样，只需要跟着主线跑就可以。早期打路上小怪和主线副本就可以拿到装备，哪件更高分数就用哪件。关于主线副本，通常都会直接按进入自己打，而不会申请匹配。为了避免有人傻在匹配等半天，我还是提一下啦。另外，在出海后，每个岛的主线任务不再是橘色，而是变成蓝色。主线任务直到完成中间这个岛才正式进入刷副本阶段。中间这个岛暂时翻译的名字叫巴尔尼。然后在接下来每个岛的主城，你都可以找到2个区域，分别是军事区域和制作区域。军事区域有各种副本的传送门，制作区域有升级各种装备的 NPC。我先来说一下军事区域的副本吧。拿开最难最强的军团长副本不说，主要有3个副本类型。军事区域中间天使石像可以进入混沌副本。混沌副本的特色是一堆怪一直出现，一直刷到左上角的进度屏满100%就完成一场，而混沌副本可以无限次入场，所以是最常不断刷的副本。的怪会掉很多物品，不过相对另外2个副本，除了会掉装备饰品，混沌副本会掉很多用来强化装备的碎片。我会建议没有信心的话，就匹配组队打。如果你的装备比建议分数多20分以上，可以自己单刷狂刷。注意每天6点更新后的第一次打混沌副本，怪物掉的物品和材料特别多。军事区域旁边的告示牌可以进入加迪恩，因为未有正式中文名，有些人叫加迪恩，有些人叫天灾，外国的人叫 Guardian。加迪恩的特色是副本里面有一只超级硬汉多血的守护兽，而且每个地形都是一个迷宫。因为有计时限制，所以入场之后需要和队友分路径，快找守护兽的位置，找到守护兽后就和队友一起把它打死。相对另外2个副本，加迪恩副本除了会掉装备饰品，只有加迪恩副本会掉一种绿色的装备突破石。注意每天6点更新后可以获得2个守护者灵魂的插槽，每次入场会问你要不要捕捉当前守护者的灵魂，灵魂会在打死守护者后出现灵魂，可以得到额外的奖励。军事区域有蓝柱和红柱，蓝柱可以进入深渊副本，深渊副本就是每周副本里面怪物有比较复杂的攻击机制，所以记得打之前先做好功课，了解副本的机制再进入，除非你想报复社会。而红柱是深渊副本的挑战版本，里面的王会掉装备饰品，不过相对另外2个副本，只有深渊副本会掉可以制作装备的材料，不同级别的深渊副本会掉不同级别的装备制作材料。军事区域的对面会有4座装置，其中1座是塔楼，通过塔楼每一层可以获得卡片包或者刻印。至于卡片和刻印是什么，我会在后面装备强化的时候提到。好的，那么说一下装备提升和每个NPC的用途吧。首先是装备强化。装备强化很简单，在装备强化之前要先喂饱装备，喂装备的碎片可以在混沌副本获得。喂饱装备之后有足够材料，基本上按强化就可以升级装备，中途可以加一些增加强化成功率的材料。那如果拿到颜色更高级的装备，而原本的装备已经升到很高级怎么办？你可以去找升级装备的 NPC， 下面可以选择继承，直接把原本装备的级数移到新的装备。然后在地图上你可以见到剑的标志，剑标志代表制作装备的 NPC， 一个制作军团长装备，一个制作普通的副本装备。找制作普通副本装备的 NPC， 可以用从深渊副本获得的材料制作装备。
接下来是能力石，能力石在刚刚说的3种副本都会几率掉装备能力石可以额外增加3个刻印效果，3个刻印效果是随机生成的，所以获得的每颗能力石刻印效果都会不同。可以在强化装备摁皮死附近找到能力石摁皮死，然后开发能力石。有点像买彩票，每个刻印效果可以敲9次，敲出来成功多少次，对应的刻印效果就加多少。上面2个刻印效果是好的buff，敲出越多越好，下面1个刻印效果是坏的buff，敲出越少越好。最后是卡片，卡片可以从打王和刚刚说的塔楼获得，每人有6个卡片插槽，把同一系列的卡片放在插槽可以获得额外的能力值。最后提示一下，多出来的装备和低等级装备可以拿去分解换成材料。